日本失落的30年是怎么过的？若要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变迁，宏大叙事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深入探究政策与经济周期对每一个鲜活个体命运的具体影响。因此，这个视频将抛开国家层面的宏观故事，聚焦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不同行业、职业与年龄的普通人所面临的真实境遇与人生抉择。这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更是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一本值得借鉴的人生参考书与职业错题本。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下行周期，如何改变了个体的命运轨迹？不同的决策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这些答案都已镌刻在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1. 保就业的沉重代价。僵尸企业、银行崩溃与错失的科技革命。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初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普遍认为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失速。1990年底，媒体热炒未实现的收益一词，坚信股价和地价的下跌只是暂时调整。这种普遍的误判导致无数企业和民众在最高点加仓抄底，企业设备投资额逆势上扬，家庭汽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种与经济周期严重背离的投资决策，不仅为无数家庭和企业埋下了债务的苦果，也为后续政策的艰难抉择埋下了伏笔。当泡沫的余温在1993年彻底消退，日本 GDP 迎来了近2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失业率从不足 2% 跳涨至 3%， 持续的繁荣景象戛然而止。面对利润下滑和严重的产能过剩，日本政府陷入了保发展与保就业的两难境地。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将企业塑造成一个大家庭，即便员工已无法创造价值，也会成为所谓的窗边族而被供养。加之企业间交叉持股的共生关系，使得大规模破产和裁员在文化和舆论上都难以被接受。因此，日本最终选择一切为就业稳定让路。这并非单纯的实用主义选择，而是一个深植于其文化根基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一个以社群主义和企业父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在这里，大规模裁员被视为一种深刻的道德失败。为实现就业稳定，日本政府采取了强力的行政干预，核心策略体现在企业和雇佣两大改革上。企业改革和雇佣改革经过数年调整，日本的过剩产能基本被消化，失业率在整个就业冰河期被艰难地压制在 5% 以下。然而，这份看似成功的成绩单背后，是日本为保就业付出的沉重代价，牺牲长期发展以换取短期稳定，给日本经济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且副作用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大量僵尸企业的诞生，政府不顾企业盈利能力，强行推动重组兼并，催生了大量仅靠银行贷款续命的僵尸企业，其主营业务利润甚至无法支付贷款利息。紧接着是金融体系的崩溃。为救助企业，日本银行体系豁免了高达6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这种无限制的兜底行为，使得银行无法及时处置不良资产，最终积重难返。1994年，地方性银行率先崩塌，但政府的接管操作给社会造成了银行大而不能倒的错误印象。电影《重返泡沫时代》中那句“银行是永远不会倒闭的”，深刻还原了当时民众的普遍心态。然而，神话终结于1998年，当年日本10大银行全部遭遇重组兼并，整个金融体系为保就业付出了惨痛代价。更致命的是，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科技转型的关键10年，互联网、微型计算机、移动通信等革命性技术浪潮迭起。然而，日本却将海量资本用于救助落后的僵尸企业，而非投向高风险、高回报的新兴产业。
企业因忙于偿还债务而大幅削减研发投入，股市融资功能也几近瘫痪。以东芝为首的半导体企业采取了消极的投资战略，短短6年内，日本就将世界第一芯片大国的宝座拱手让给了韩国。可以说，为了保住存量就业，日本错失了整个90年代的科技机遇，断送了高科技产业的未来。驻专公司是隶属于大藏省财政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80年代泡沫期，他们利用从金融机构筹集的资金大举向房地产企业放贷，风光无限。这一模式背后是日本独特的护送船队模式的金融体系，由大藏省统一指挥，各级银行协同作战，确保体系内所有船只不掉队。这种模式在经济上行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下行期则意味着一损俱损。由于不能破产的执念，泡沫破裂后，驻专公司因地产坏账堆积而实质性破产，但政府出于对房地产行业连环爆炸的恐惧，执意要保住他们。1991年和1993年，大藏省2次推出再建计划，本质都是让银行展期，寄望于地价回升。然而，这种对金融体系的盲目乐观，让政府错过了壮士断腕的最佳时机，导致坏账从 4.6 万亿日元一路滚雪球至 8.1 万亿日元。到1995年，危机已无法掩盖。兵库银行的破产拉开了金融体系崩塌的序幕，为避免危机传导至农林系统引发更大动荡。1996年，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国会连续3次鞠躬致歉，宣布动用财政资金与大型银行共同承担损失。然而，为时已晚，驻专危机彻底暴露了日本金融体制的弊病，国际资本开始外逃。1997年，百年老店山一证券宣告破产，彻底摧毁了银行永不倒闭的神话。日本金融体系陷入了群体性倒闭的深渊。在这场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维稳行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在就业冰河期毕业的大学生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2. 被牺牲的一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冰河期。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婴儿潮，在80年代经济腾飞的盛景中成长，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然而，就在他们即将踏入社会之际，却一头撞上了失落的30年。这代人成为了时代最无奈的牺牲品。80年代的过度乐观让日本企业疯狂扩张，招聘了远超实际需求的员工。泡沫破裂后，企业利润断崖式下跌，但员工规模却没有减少，造成了严重的雇佣过剩。通产省数据显示，到1993年，企业人均利润率已下滑至泡沫时期的 70% 以下。然而，在终身雇佣制的文化下，企业很难直接裁撤老员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些老员工几乎都背负着泡沫时期签下的超长期房屋贷款。大规模失业将直接引爆居民端的债务危机，彻底摧毁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老员工们仿佛签下了一份魔鬼契约，不得不用余生来偿还泡沫时期的房贷，而企业和政府则必须维系这份契约的稳定。因此，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缩招，将压力完全转嫁给了应届大学毕业生。起初，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延缓就业来拖延危机。他们推出了2项主要举措：乡村分流和研究生扩招。面对无法再拖延的就业危机，1996年，政府修改了工人派遣法，鼓励企业减少正式员工，将大学毕业生大规模推向了临时工的岗位。临时工大军迅速膨胀，其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在10年间从 19% 飙升至 32% 以上。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情况更为严峻。在此后10年，每2个大学毕业生中
就有一个是以临时工身份进入职场，而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10年内能够成功转正的比例不足一半。这种残酷的现实彻底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会心态。仅仅5年时间，社会的主流情绪就从东京爱情故事式的奋斗拼搏，转变为悠长假期式的躺平。剧中那句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的台词，深刻地安抚了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年轻人。1997年，日本经济短暂复苏，让无数大学生重燃希望。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瞬间打碎了所有人的美梦。以山一证券倒闭为标志，日本拖延了近7年的银行坏账问题终于总爆发。在企业自顾不暇、社会精英都面临失业的混乱局面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被彻底遗忘。山一证券最后一任社长野泽正平在记者会上哭泣着恳求社会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的照片，成为了那个悲剧时代的象征。在1997年至2003年间，日本政府甚至没有出台过一部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法案。2003年后，随着经济逐渐好转，就业市场开始复苏，但这批冰河期世代却依然无法翻身。在社招市场上，企业宁愿返聘经验丰富的退休老员工，也不愿培养这些在产业衰退中没能积累足够经验的中年新人。后劳省的数据证实，他们成为了3代人中平均收入最低的群体。作家小林美希如此总结这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婴儿潮时期，学生时代见证了日本80年代的经济腾飞，却在毕业后迎面撞上90年代无止境的经济衰退。最终，他们成为日本收入最低、结婚率也最低的群体。至此，城市这个曾经的机会灯塔，对整整一代人而言，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主要引擎熄火，一场绝望的替代方案探索开始了。它点燃了一场看似充满希望，却最终以悲剧收场的返乡大迁徙。3. 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都市，漂流一族的诞生。在城市就业陷入困局的背景下，返回故乡似乎成了一个理想的选择。然而，一场始于90年代、充满希望的返乡就业潮，最终却演变为制造出大量漂流一族的悲剧。面对城市严重的劳动力过剩，日本政府启动了乡村振兴计划。这项策略被设想为一剂万灵药，一种凯恩斯式的干预手段，旨在同时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刺激地方经济，并纠正泡沫经济加剧的严重区域发展失衡。这套策略看似完美，却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在1992年至1995年间，高达25万亿日元的投资涌向乡村基建市场，催生了建筑业的空前繁荣。建筑业从业者成为返乡主力，每年有70万人从都市圈迁往非都市圈。有社会评论家生动地比喻道，这是用混凝土将乡村重新包裹了一遍。全日本 55% 的海岸线被混凝土覆盖，就是最极端的例证。基建刺激效果减弱后，政府于1995年推出乡村休闲促进法，加上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刺激，乡村旅游投资成为新风口，海量银行贷款涌入，全国各地纷纷建设度假村和滑雪场。这一轮热潮带动了大量服务业人口返乡，得益于旅游业收益，1997年日本农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一度反超城市工人家庭，进一步刺激了年轻人的返乡意愿。命运给你的礼物，其实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整个返乡就业潮都建立在巨额的政府投资与民间贷款之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资本从乡村大规模抽离，地方政府瞬间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到1999年，各地债务总额高达180万亿日元，是1989年的3倍。曾经作为乡村振兴典范的长野，在冬奥会后因庞大债务陷入严重经济滑坡，甚至催生了长野的诅咒一词。深重的财政危机最终催生了一场被称作平成雪崩的行政改革——平成大合并。从2000年开始，日本在短短7年内将全国3200个乡村合并缩减至1700个，47%的地方基层机构在此轮合并潮中消失。这场改革虽然拯救了地方财政，却也导致了海量基层岗位的消亡。那些响应号召返乡的年轻人被迫再次失业，重新涌回大城市。这批回流城市的年轻人恰好撞上了2000年后的超级就业冰河时期，城市里几乎没有正式稳定的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成为低薪且不稳定的派遣工。NHK 纪录片《穷忙族》深刻描绘了他们的困境。社会将这群人称为漂流一族，他们陷入了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都市的两难境地，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成为持续失去的一代。从东京爱情故事所代表的拼搏奋斗，到30年后花束般的爱情所展现的在大城市碰壁后最终选择离开，两部作品的对比深刻反映了3代年轻人心态的转变。4. 从过剩的出生到被遗忘的一生，他们出生于日本1亿总中流的富裕时代，享受着亚洲最好的生活环境。父辈们在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推动下，从乡村青年奋斗成为城市中产，为他们创造了美好的成长条件。然而，幸福的背后是空前的竞争压力。70年代的回声婴儿潮诞生了巨量人口，其中1971至1974年连续4年新生儿超过200万，形成了所谓的800万同辈竞争者，为他们日后的应试地狱埋下了伏笔。4当5落是指每天睡4小时就能考上大学，睡5小时就会落榜。这个流行语响彻了70年代的日本。当时大学录取率不足 40%， 而索尼、东芝等大企业千万年薪的神话又极具诱惑力，唯一的敲门砖就是大学文凭。在珍贵教育资源与巨大同辈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日本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卷状态。青少年们面临着残酷的升学淘汰压力，考试竞争从小学一路蔓延到高中，被媒体称为应试地狱，掉队者成为每个家庭最恐惧的词汇。教培行业爆发式增长，孩子们在家长、老师和社会的集体焦虑中打着鸡血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当这批70后满怀希望地从大学毕业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大企业年薪千万，而是就业冰河期。更痛苦的是，他们的困境不被社会和父母所理解。在经历过经济腾飞的父辈看来，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不够努力。于是，不努力的70后成了90年代的社会热词。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以及社会舆论的指责，使得他们既难以获得社会理解，也无法与自己和解。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日本青年自杀率从1997年开始飙升，至2003年翻了近3倍。他们选择将一切失败归咎于自己，却无人告诉他们，错的不是你们，而是病了的社会。步入中年后，他们又背负上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标签——派遣家庭，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事不稳定派遣工作的家庭。数据显示，70后家庭中有超过 25% 完全依赖不稳定的派遣收入。派遣员工的年收入通常在贫困线200万日元上下挣扎，家庭主妇们不得不在晚上8点去超市抢购打折菜。更糟糕的是，这种贫困导致了代际间的隔阂与仇恨。
在孩子眼中，无法提供稳定富裕生活的父母是废物。同时，高昂的大学学费，国立需255万，私立则需550万日元。高昂的教育支出让派遣家庭的子女普遍承受着低学历困境，阶层的固化在他们身上延续。如今，这批就业冰河世代正不可避免地迈向老年。NHK 纪录片《老后破产》揭示了日本独居老人普遍的贫困问题，而这还只是他们的父辈的境况。当就业冰河世代步入老年时，社会又将如何应对这个规模更庞大、处境更复杂的群体？一个令人心酸的现象是，日本政府设立的就业冰河世代特别支援窗口，其援助对象的年龄上限从最初的20多岁一路提高到39岁、44岁，预计2025年将提升至50岁。这描绘了一幅悲凉的景象，他们被时代浪潮裹挟，终其一生都未能走上正轨。5. 学历崩溃，文凭贬值的20年，就业冰河世代的悲剧。若不剖析他们曾顶礼膜拜的制度教育体系，便无法被完全理解。他们终其一生的磨难，被一个残酷的悖论所加剧。当他们为教育投入越多时，那份投资的价值却在他们脚下系统性的崩塌。这一过程被日本社会称为学历崩溃与中产崩溃、金融崩溃，并称为平成3大崩溃。泡沫时期，为防止企业恶意抢夺人才，日本实行严格的限时招聘和就业内定协议制度，企业只能在每年8月至10月进入校园招聘。然而，泡沫破裂后，这一制度反过来成为学生求职的枷锁。由于企业用人需求锐减 70%， 大量学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工作，被迫流入社招市场，与有经验的社会人竞争，这直接导致大学生起薪停滞。1995年甚至出现了3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学历贬值的大幕就此拉开。为应对校招市场的名存实亡，政府于1996年废除了校招制度，允许企业随时招聘。这一改革虽然短暂提升了就业率，却将大学生推入了更残酷的就业军备竞赛。学生们从大一开始就为求职奔波，全社会掀起了疯狂的考证浪潮。与此同时，一个讳莫如深的潜规则代际传承开始盛行。父辈们利用人脉为子女安排工作，占据了本就稀缺的优质岗位。社会对此的愤怒情绪，在2002年的动漫《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中得到了宣泄。这部讽刺上级国民的作品被奉为神作。学历在人脉和关系面前失去了其应有的竞争价值。进入2000年超级就业冰河期，城市失业人口激增，政府为缓解压力，于1999年彻底放开劳务派遣制度限制，并使劳务中介机构合法化，这催生了压榨性的劳务等级制度。人力机构将劳动者公开划分为 A、B、C 3等，对应不同时薪。学历在此制度下作用微弱，名牌大学毕业生与高中生被划为同级是常有之事，其薪酬在东京等大城市仅够温饱。2007年的热播剧《派遣员的品格》深刻揭示了这种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反映了高学历者在派遣制度下的无助与挣扎。2005年，日本启动大学法人化改革，要求大学自负盈亏，此举导致大学学费暴涨，读大学成为一种奢侈的投资。高昂的学费迫使大量学生依赖助学贷款，但在毕业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人无力偿还，最终陷入信用破产。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大量高中生放弃高考，日本开始沦为低学历社会。到2024年，高中生参加高考的比例已不足50%，
本科文凭的价值在这20年间被层层剥离，最终崩溃。那么，继续深造、读研、考博，真的能够改变命运吗？6. 高学历难民，硕博大扩招的教训。作家阿部公子的纪实文学《高学历难民》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院倍增计划后，100万扩招的硕士和博士在失落经济下的凄惨境遇。90年代初，尽管经济已现颓势，但日本社会普遍沉浸在80年代的技术崇拜和对长期增长的盲目自信中。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反映了当时的主流心态。在这种狂热氛围下，政府提出了以科技创新刺激经济的科学立国战略，并将扩招硕博人才作为核心任务。1991年，文部省正式启动了研究院倍增计划，希望通过培养高端人才复制80年代的产业辉煌。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扩招计划很快就出现了2个严重问题：一、超额扩招与教育资本化；二、教育质量下滑。为应对教育质量问题，政府引入了大学竞争化和从严考核机制。一方面，通过竞争性经费分配，倒逼大学提升学术产出，导致毕业门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教授在掌握学生生杀大权后，开始了无情的压榨。学生们不仅要应对严苛的毕业论文要求，还要处理大量非科研杂物。这种畸形的师生关系被社会称为主攻与家臣，并在热播剧《白色巨塔》中得到深刻反映。最核心的悲剧在于，为新兴产业储备的人才，在科学立国战略于90年代末的芯片战争中失败后，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在所有出路都被堵死后，这批硕博毕业生中的许多人最终沦为低薪的临时教师，他们没有转正希望，按课时计酬，年收入普遍低于200万日元的贫困线，过着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去便利店打工维持生计的生活。他们挂着高学历文凭，却陷入了绝对贫穷。7. 公务员，从人生失败组到神的职业，再到无人问津。泡沫经济时期，成为公务员，尤其是地方公务员，常被名校毕业生视为人生失败组。当时，民间企业，特别是金融和地产业，能提供数倍于公务员的薪酬和丰厚的年终奖。顶尖大学毕业生是企业争相购买的对象，而公务员岗位则因其枯燥和低薪而备受冷落。偏远地区甚至出现零报名的现象。然而，泡沫破裂后，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来袭，公务员因其永不失业的稳定性而被瞬间捧上神坛，成为大学生眼中的神的职业。全社会掀起了持续近10年的考公热潮。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90年代初的大基建刺激下，地方财政收入充裕，地方公务员的薪酬一度出现爆炸式提升，甚至超过中央公务员和头部企业员工，形成了县城婆罗门现象，进一步刺激了报考热情。但这轮热潮的美好是建立在政府举债投资的基础之上。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启动了2轮严酷的财政改革。第一轮主要通过业务外包和解雇临时工来削减开支，并未触及编制内员工的利益，反而刺激了更多人报考正式公务员。但第二轮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地方财政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改革的矛头直指公务员体系本身。大基建投资的萎缩导致地方公务员高薪神话破灭，同时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降薪和缩编，25%的国家公务员岗位被削减，公务员的工资降幅总计超过40%，工作强度却因人手减少而急剧增加。霞关，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甚至被称为不夜城。
高强度、低薪酬的现实，使得公务员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到2024年，日本公务员的报考录取比例已降至历史新低，成为年轻人最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之一。从人生失败组到神的职业，再到无人问津，公务员这一职业的30年沉浮，是日本失落时代最生动的缩影。8. 教师，从受人尊敬到黑色职业的坠落。20世纪80年代，教师是与医生、律师一样备受尊敬的先生，是社会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然而，一场错误的预期和接踵而至的财政危机将这个职业推向了深渊。80年代，基于对第3次婴儿潮的预测，日本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教师扩招。到1991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数量达到105万的历史新高。然而，预测中的婴儿潮并未到来，反而因泡沫破裂和错误的生育政策，日本在90年代迎来了新生儿数量的断崖式下跌，这导致了教师资源的严重过剩和巨大的财政负担。为应对危机，政府在90年代启动了残酷的平成教师大改革。首先是教师大缩招，全国新招聘教师数量缩减近 60%， 导致大量教育专业毕业生无法就业。随后是教育市场化改革，政府为进一步压缩开支，大力推行不稳定的临时教师制度，并要求在编教师承担大量行政工作，使其工作时长远超过劳死标准。更致命的是，经济崩溃引发的社会问题集中在校园爆发，形成了校园失控现象，家庭解体、学业无用论，导致校园暴力激增，而社会和政府却将责任归咎于教师管理不力。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教师被剥离国家公务员身份，管理权限和财政负担被推给地方。早已不堪重负的地方政府只能大幅降薪，并引入严苛的考核淘汰机制。在高强度工作、降薪、失业恐惧和社会指责的多重压力下，教师群体出现了集体性崩溃，精神疾病、患病率和自杀率飙升。如今，教师在日本被称为黑色职业，是过劳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报考率跌至谷底，他们成为了人口暴跌与财政危机下的牺牲品。9. 工程师，产业升级下的幸存者与牺牲品。在日本，理工科曾长期被视为立国之本，然而泡沫经济的兴起与破裂，以及随后的产业结构调整，让工程师这一群体的命运出现了剧烈分化。泡沫时期，金融与地产业的超高薪酬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导致了第一次理工科劝退潮，大量理工科毕业生涌入非制造业领域。泡沫破裂后，随着科学立国战略的提出和制造业的率先复苏，社会普遍认为工程师的黄金时代将再度来临。然而，现实远比预想的复杂。一方面，90年代的全民出海潮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至海外，导致本土工程师需求减少，而70年代理工科大扩招积累的巨量人才储备，使得本土工程师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低薪内卷。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制造业内部出现严重分化，以电子、汽车、机械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在全球市场高歌猛进，而以钢铁、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中低端制造业则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能替代而持续衰退。这种结构性变迁使得工程师的命运与他们所选择的细分行业深度绑定。选择了高端制造业的工程师成为了产业升级的幸存者，享受着行业发展的红利，而那些不幸进入中低端制造业的工程师则在产业萎缩的浪潮中
成为了牺牲品，面临着长期的失业和低薪困境。一个看似稳定美好的职业，在时代的大分化下，成为了选择大于努力的残酷注脚。10. 医疗崩坏，医生的黑色10年。医疗崩坏是专门用于形容20世纪90年代日本医疗体系困境的社会名词。在这黑色的10年里，日本医生群体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磨难。危机的起点源于对老龄化的严重误判。尽管日本从70年代起就开始为应对老龄化做准备，并实施了一线一医战略扩招医生，但他们低估了富裕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病等慢性病对医疗资源的消耗。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住院，导致大量病床被老年人占据，医疗资源出现严重挤兑。到1994年，全国医师缺口已高达 9.4 万，4成医生每周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的过劳死危险线。紧接着，泡沫破裂后的财政危机带来了第二重打击。为控制飞涨的医疗费用，政府于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严酷的控费改革，将医生考核与降低住院和药品费用直接挂钩。这导致廉价但疗效不佳的药物被滥用，医疗质量急剧下滑，医生们在职业良心与考核压力的撕裂中备受煎熬。最致命的第三重打击是急剧恶化的医患矛盾。医疗质量的下滑和社会戾气的加重，使得医患纠纷数量在5年内暴增10倍。政府和媒体不仅未能缓解矛盾，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医生，甚至出台过失医疗惩治条例，加大了对医生的刑事处罚力度。在舆论、审判和人身安全的双重威胁下，医生群体人人自危。最终，在超负荷工作、考核压力、医患冲突的3座大山下，日本公立医院在200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医生辞职潮，医疗崩坏达到顶峰。11. 海外再造日本，出海暖流的形成。当泡沫破裂后，日本国内市场陷入高度内卷和消费停滞时，一批企业和个人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形成了一股长达20年的全民出海潮，成为失落经济下少数的黄金赛道。这股出海暖流最终在海外创造了巨额财富，形成了海外再造日本的经济奇迹。在这股浪潮中，抓住本土化机遇的个人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跟随企业出海，将自身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当地供应链相结合，在这黄金10年中实现了阶层跃升。12. 中国也会有同样的出海潮吗？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有惊人的相似。如今的中国市场同样面临着内需增长放缓和产业高度内卷的挑战，不出海就可能出局，已成为许多企业的共识。从数据上看，中国正呈现出与当年日本极为相似的信号。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额和对外投资额均触底反弹，呈现2位数增长。更关键的是，境内外收入增速出现了显著的剪刀差，上市公司海外收入高速增长，而国内收入则出现1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一差距已接近当年日本全民出海潮启动时的阈值。参考日本的经验，2024年很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出海元年。随着企业从新兴行业出海转向制造业、品牌等全方位出海，一个充满机遇的窗口期已经打开。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如何抓住这股出海浪潮，或许将像30年前的下海经商一样，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关键契机。